乌克兰终于有自研的远程武器了。泽连斯基在8月31号证实，乌军已经研制出了属于自己的远程武器，在最近的一次试射中，成功命中了700公里外的目标。这次试射成功，代表着乌克兰再也不需要将远程打击俄军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方援助了。那么这款神秘武器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到来又将给这场战争带来哪些改变呢？咱们接着往下看。自俄乌开战以来，乌克兰由于缺少远程打击手段，很难对等袭击俄本土。虽然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已经陆续完成交付，但是没有西方国家的允许，乌克兰也很难使用这些导弹袭击俄本土。正因如此，想办法拥有自己的远程导弹，对乌克兰而言就很有必要了。根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月31号会见军方高级官员和其他官员时表示，乌克兰本土研发生产的新型远程武器已成功击中700公里外的目标。虽然乌总统并没有透露该武器是何种类型的细节，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泽连斯基放出消息的前一天，俄罗斯就遭受了自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在袭击中呢，乌军成功打击了俄罗斯北部普斯科夫的一个空军基地，损坏了4架俄罗斯战略运输机。该基地和乌克兰边境距离正好也在700公里左右。而乌军声称这次袭击出动的是无人机，那么泽连斯基说的这款神秘武器很有可能是一款增程版的无人机。而从乌克兰之前使用的无人机来看呢，最有可能航程突破700公里的应该是 UG-22 型无人机或者图141型无人机。前者在今年2月坠毁在莫斯科郊外100公里，其航程大约在500公里左右，而后者图141乌军的理论航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但由于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它攻击1000公里目标的战绩，因此并不能算数。但若是将其航程稳定在700公里左右，还是绰绰有余的。但除了无人机之外呢，大兵还发现了一款武器，也有很大可能突破700公里的射程。它就是著名的海王星导弹的对地攻击型。作为击败莫斯科号的最大功臣，海王星导弹一直被乌军寄予厚望。该导弹是乌克兰在苏联 X-35 天王星导弹基础上研制的一款反舰导弹系统，最大射程达到了300公里，巡航速度为900公里每小时，6个发射器可以发射24枚 R360 巡航导弹，时间间隔只有3到5秒，保证了其可以对海上目标进行高密度的火力打击。但是由于该反舰导弹的初始版本数量不多，因此在击沉了莫斯科号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今年8月23号的一次惊天爆炸才将其重新拉回了人们的视野。在8月23号当天上午10点，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西部地区的 48YA6K1 Portlet 空中侦察雷达和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被乌军打爆了。当时外界猜测的这一袭击应该是乌克兰使用欧盟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或者无人机的杰作，但在乌军澄清后，人们才知道这次袭击中乌军使用的是海王星反舰导弹的对地攻击型。实际上这种导弹在2年前才刚刚服役，今年4月有消息说乌克兰正在努力将海王星反舰导弹改造成距离更远的对地攻击武器。改造的理由也很简单，既然别人送的远程武器不好被用来打击俄本土，乌克兰就干脆自己动手改装海王星。现在它已经可以用作地对地导弹攻击俄罗斯的本土纵深目标了。据了解，改装后的海王星变种使用与海王星反舰导弹同样的发射器，但射程已经能达到400公里外的目标，有效载荷约为350公斤。这是乌克兰目前拥有的射程最远、破坏力最强的国产对地精确制导武器。因此大兵个人认为，如果乌克兰真的需要一款远程武器的话，打击俄罗斯本土，那海王星要比无人机更加合适。所以这次的700公里神秘武器其实也很有可能是增程版的海王星。毕竟对于海王星这种大威力导弹，只需要降低战斗部重量，留出更多的空间来增加射程，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种做法呢，也是大部分导弹的通用增程手段。所以大兵毫不怀疑乌克兰有能力研发出能够攻击莫斯科的海王星导弹的变体。当然，有的人或许会觉得海王星这款导弹即便是再怎么改造也翻不起浪花，
毕竟这只是一款亚音速导弹，很有可能在打击过程中被俄军防空系统拦截。这么说其实没毛病，毕竟防空系统和导弹本身就是一对矛与盾的关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过俄军的防空系统的表现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优秀。比如在8月23号那天，俄军被打爆的 48YA6K1 Podlet 雷达是部署在距离前线110公里的大后方了。根据俄军声称，它可以对黑海西部和赫尔松地区领土进行空中态势控制，即使如此，仍然被乌克兰的海王星低空突防了。除此之外呢，俄罗斯在被占领的赫尔松地区和克里米亚集结了庞大的防空部队，但明显未能发现这枚超低空飞行的海王星导弹。更让人无语的是，导弹击中目标的时候，旁边还有一架乌克兰侦察无人机来做击杀记录。显然 Podlet 雷达也没发现这架突防进来的100多公里的无人机。当然，相比于悄悄潜入的无人机，海王星成功的袭击呢，无疑更让乌军振奋。美媒称，乌军改进后的海王星导弹最大的优势就能摆脱电子战干扰。据了解，乌军为海王星安装了类似风暴阴影的巡航导弹，可以进行 GPS 加末端可视引导。这种制导方式呢，可以将导弹带到目标区域，然后导弹的红外成像导引头会根据预先加载的图像搜索并锁定目标，对目标进行攻击。如果无法锁定目标，导弹则会停止攻击。而且由于这些导引头是被动的，在末段攻击阶段是很难被发现的。等到俄军发现后呢，也基本上就晚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西·丹尼洛夫也宣布，乌克兰已经有明确的计划使用这些导弹，最终肯定会用于袭击莫斯科和俄罗斯境内的其他设施。显然，随着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了。空中乌军的无人机已经成了莫斯科的常客，在7月底就有一架无人机撞上了莫斯科高层建筑，现场发生剧烈爆炸并迅速燃起大火。然而这只是袭击事件之一。海上乌军无人快艇轮番出动袭击俄黑海舰队。5月24号，俄黑海舰队的伊万胡尔斯号侦察舰遭到无人艇攻击。6月11号，黑海舰队的亚速海沿岸号侦察舰遇袭。7月17号，克里米亚大桥遭无人艇袭击，俄军对此简直是防不胜防。待到乌克兰升级后的海王星大规模服役，局势或许会进一步升级，导弹能够越过俄军防御第一线，直接对后方目标进行打击，或者对俄本土重要城市发起袭击。在这个时候，乌军已经足以靠自己的武器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轰炸莫斯科了。倘若在今年冬天俄军再对乌克兰城市发起大规模打击，乌军也有了猛烈反击的底气。今年冬天莫斯科恐怕是不好过了。当然，无论这款神秘武器是海王星也好，无人机也罢，摆在乌克兰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其快速量产化。在8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告诉媒体，将大幅增加海王星导弹的产量。当然，对于泽连斯基的这番话，大家心里肯定还是有疑问的。毕竟乌克兰在战争前期，大部分军工厂应该都被俄军给打烂了。在这短短1年时间里，乌克兰军工能站起来吗？对于这件事太过于详细的数据当然没有，毕竟乌克兰正处于战争状态下。但大兵可以给各位分享2个关于乌军工的细节。在去年的蛇岛争夺战中，乌克兰为了给蛇岛上的俄军送温暖，并没有调配数量宝贵的凯撒或者海马斯，而是加速研发了还在试制阶段的国产版卡车炮博格丹纳 2S22， 最终成功送走了俄军。从乌军给出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款博格丹纳 2S22 卡车炮是52倍镜加自动火控系统，在各国当前使用的卡车炮里面也算是先进水平。它的出现意味着乌克兰军工并没有在俄军的空袭中损失殆尽，而是重新站了起来。第2个例子呢，就是乌军自研的新型地对地战术导弹雷霆2，为了帮助空天军在克里米亚的机场去军事化，也是抓紧将其研发完善。该导弹呢，最早叫做有损战术导弹系统，是由乌克兰南方机械制造厂研制，从2007年开始研发，本应在2011年服役，可是由于当时资金不足，导致服役时间一再拖延。之后由于该导弹受到沙特的青睐，在2013年8月底重启，改名为雷霆2战术导弹系统。如今在战场急需时，乌克兰军工加班加点也将其赶制了出来，装备成军。
从袭击克里米亚的战果上来看呢，该导弹的精度和突防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精准命中了机库，而且没有被 S-300拦截。以上2条信息至少可以确认乌军工企业已经开启战时状态，而且仍然保有一定的新装备研发能力。如果西方国家在帮助乌投资建厂，未来大量海王星空袭莫斯科或许真的不是问题。而对于乌军新款的海王星的出场，俄罗斯也不敢大意，他们已经开始对黑海舰队的主要水面舰艇进行表面涂装处理，基本上就是将船头船尾涂成黑色，以改变船只的轮廓，试图降低目标识别系统的辨识度。这种反制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还不清楚，但说明了俄军并不敢对这种威胁掉以轻心。看到这里，大兵也不禁有些感慨，战争打到现在，乌军无论是战术还是武器都在飞速成长。空袭警报可能是每个乌克兰人在开战后听到的最多的声音。7月21号，美联社多位记者进入乌克兰3大城市利沃夫、基辅和敖德萨，进行了为期9天的探访，来让世界看到当前乌克兰人的生活。一位乌克兰民众曾对记者说过，从开战至今，他与身旁的友人已经躲过了几百次的空袭，最严重的时候，一天至少5次进出避难所。1年多过去了，乌克兰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空袭处境，并为其做出了针对性改变，建立起相当庞大的轰炸预警和避难系统。以200万人的基辅市为例，设置的避难所已经多达数万个，地图上展开时显得密密麻麻，眼花缭乱。避难所包括并不限于高层楼的地下室、一般住家附近的地下涵洞、地铁站专门开辟的临时避难点。尽管这些地方的防护效果并不完善，但乌国防部在每次空袭时都会分析来袭的目标，并将结果告诉民众需要去哪种避难所。另外，随着战局逆转之后，俄军在战场上失去继续侵占乌领土的能力，只企图守住克里米亚半岛和占领的地区。士气大振的乌克兰在国际社会的大力捐助下，快速重建被炸毁的居所和公共设施。虽然在去年10月，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在冬季来临前再度遭到系统性的疯狂攻击，包括电厂、电塔、水库、水厂、油气储槽等都受到重创。在短时间内呢，这些受损的能源设施都快速的重建完成。而乌军士兵作为乌克兰国防力量和乌克兰民族抵抗力量的核心，在这1年多时间里也多次让世界感到惊讶。不仅成功解围了基辅，而在后来的战争中让俄军不再具备空中优势，随后也在极短的时间里掌握了大量北约标准武器。去年的乌军才学会如何使用北约的装甲车和火炮，到今年已经有一些乌军飞行员在为即将到来的 F-16战机做准备了。在大量战术武器的帮助下，俄军的战略目标不得不被改变，从最开始的拿下基辅变成如今的守住占领土地，不被乌军反攻。在这1年多的时间中，乌军更是打出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战绩，从闪击哈尔科夫、收复赫尔松到空袭莫斯科、夜袭俄军港，乌军已经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具有创造力的现代军队。在乌克兰军队手里，民用直升机和无人机已经成为与敌人不对称战争的强大元素，可以发动远远超出现有武器能力的攻击。虽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北约的帮助，但也离不开乌克兰自己的努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